当地时间周二，七国集团在轮值主席国英国的主持下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危机。这场峰会对美国总统拜登而言并不轻松，因为欧洲对其鲁莽撤军怒不可遏。据悉，英国计划推动对塔利班实施制裁，但在此问题上，拜登再次展现出与盟友之间的分歧。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将在G7峰会上推动各国考虑对塔利班实施新的制裁。这一想法最早由英国外相拉布在上周提出。欧洲国家中，德国和芬兰已表示将暂停给阿富汗提供发展援助。瑞典首相称将继续援助阿富汗人民，但不能提供给塔利班。此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称塔利班是恐怖主义组织，并明确表示加拿大将在G7峰会上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制裁塔利班的提议。但在制裁仪式上，不确定性来自美国。拜登周日在白宫表示，在特定情况下会支持制裁塔利班，这将取决于其具体行动。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对塔利班进行经济限制。在美国财政部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表示，阿富汗将不能获得该组织的各种资源，包括原定于下周分发给阿富汗的价值4.5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储备。此外，美国政府上周也冻结了加尼政府的所有在美资产，令塔利班无法继承。美国从他本国的利益出发，没有顾及到欧洲一些国家，包括美国跟阿塔达成的这个协定。那么其实有一部分是秘密协定，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所以我觉得可能欧洲国家他们对美国是否真的会替他们去考虑他们各欧洲国家的利益，其实他们是存在一个质疑的。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阿富汗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及其盟友应当汲取历史教训，在涉阿问题上深刻反思，慎重行事。国际社会应鼓励和推动阿富汗局势朝积极方向发展，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改善民生福祉，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动辄制裁施压的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国际社会在推动阿局势平稳过渡和国家重建进程的同时，也有必要思考如何防止打着民主旗号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的行径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让个别国家犯错，却让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买单的悲剧一再上演。北约盟国在阿富汗并肩作战了近20年后，拜登政府却鲁莽撤军，这让欧洲盟友怒不可遏，尤其是英国方面反应尤为激烈。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拜登政府感受到的是愤怒、背叛和失望。事实上，撤军只是美国惹恼英国的原因之一，他对待盟友的方式更令人感到绝望。拜登今年4月宣布于8月底从阿富汗撤军，事前却并未与英国等盟友充分协商。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爆料称，喀布尔陷落后，约翰逊试图联系拜登，但过了36小时之后，他才和拜登说上话。而在首相官邸，约翰逊也曾私下借用特朗普起的外号，将拜登称为瞌睡桥。大为光火的不只是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情绪也很强烈。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并没有公开批评拜登，仅表示阿富汗的事态发展痛苦和可怕，但其继任候选人拉舍特则明确表示，这是北约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溃败。美国 CNBC 的文章指出，在经历了特朗普任期的创伤后，拜登上任时有机会重新恢复与欧洲的关系。然而，阿富汗局势的突变使欧洲国家更加确信，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暂时的。拜登虽然对盟友表面上更礼貌，但实际上仍然保持了美国优先、世界其他地区第二的原则。纽约时报的文章则认为，阿富汗应该成为欧洲的一个教训，也就是他们不能依靠美国来照顾他们的安全利益，无论白宫由谁主导。也有分析指出，欧洲国家一方面提出实现所谓战略自主，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高度依赖美国，导致对其政策的变化无能为力，这是欧洲当下最需要反思的问题之一。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在美国讨论阿富汗撤退延期时，塔利班说不能延期，那么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美国撤退的最后期限呢是拜登总统宣布的，根据美方的情报，美国人的撤退呢，恐怕是可以在8月31号之前呢能够完成。但是呢，北约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的人员撤离却异常的艰难，没有实现预期。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管盟国，美国优先。借助美英国的天空电视台说不会延长
西方军队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期限，否则呢，这个英美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里啊，美国和塔利班的矛盾呢又暴露出来了。美军呢撤退的最后期限是拜登宣布的，没有和塔利班商量过。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以后呢，也说呀，在美国设定的期限内不会干预这个撤退，他们呢也基本做到了。不过呢，你美国呀无权再自作主张了，想延期就延期。阿富汗的主人变了，塔利班呢成了阿富汗实际的掌权者以后，美方扣下了阿富汗95亿美元的资产，目的呢是让塔利班组建的政府这个以后啊，这个没有财政来源，难以支撑。塔利班和美国的敌意呢本来就很深，所以塔利班逆袭让美国下不了台。同样呢，如果美国没法达成延期撤退，这欧洲人对美国呢就心怀芥蒂，更不信任美国了。今天晚些时候，这个 G7 呢将开会啊，讨论这个延期撤军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呢，他们得与塔利班面对面。这个西方同塔利班谈判，就等于承认或者是部分的承认塔利班掌权的合法性。可能呢还会谈钱的问题，也就是美国扣的那笔钱。这呢又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大难题。丢一次人不说，还要丢第二次人。那么我们呢就拭目以待了。那么从阿富汗撤军来看，欧美之间的分歧也在显现。那么他们还能够继续站在一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1个多月以前呢，欧洲在欢呼美国回来了。拜登的欧洲行表面上呢弥合了特朗普时代欧美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这西方世界呢似乎团结了。在阿富汗撤军呢，这个美国不仅没有这个领导者的范儿，自顾不暇，一走了之，而且呢几乎呢是不管西方盟友，美国第一原形毕露。这呢让欧洲人很痛心呢。今后还有难民安置、反恐防恐等艰巨的任务，美国还能靠得住吗？那就成了这个欧洲人的一个大的问号。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的高级代表已经宣称，欧盟要在北约体系之外独立这个建设一支欧洲远征军，或者呢像法国总统2018年提出的要建立一个欧洲军。现在呢要美国延期撤军最后期限，也是欧洲国家提出来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啊，欧美过去那种安全为一体、经济上各自为政的西方体系，可能呢会逐渐的打破。今后啊，这个安全领域上也会各自为政。2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呢将进行重组。欧美的关系呢坏不到哪儿，但是呢也好不到哪儿。欧洲的独立性呢将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另外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新加坡无端指责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还向东南亚国家喊话，只有美国才能靠得住。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呛美方言行，现在还有几个人信？那您对此怎么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当前呢，阿富汗发生的事情也是清楚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国所讲的规则，什么是美国所谓的秩序。美国呢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不必征求国际社会肆意的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而不必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责。美方总呢是试图拿规则、拿秩序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这个霸凌霸道进行辩护，但是呢，现在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这哈里斯呢在首站新加坡访问的时候，人们问的最多的话题也是阿富汗撤军。美国呢，他还好意思鼓吹只有美国才能靠得住吗？他说美国对东南亚、对印太地区做出持久的承诺，谁还能信他呢？对于阿富汗呢，也是这么承诺的，结果呢，跑得呢比谁都还快啊！他还自信满满的说呀，美国是一个世界领袖。这看看阿富汗，这个一走了之，把失败的责任呢全部推给阿富汗的前政府，这哪有一点什么世界领导者的样子呢？他访问东南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把新加坡、越南当成制约中国的这个东南亚鞋子，就像当年啊把阿富汗当作中东鞋子一样。我看啊，美国在做白日梦，这个哈里斯呢也在做白日梦。就像美国观察家所说的，塔利班的迅速接管阿富汗和美军的匆忙撤退，都令东南亚国家怀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但是呢，我们仍要高度的提防美国在南海挑事。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呢，它是一个破坏者，它不是一个建设者，就不排除美国呢依靠疫苗、依靠宣传
古惑以及南海争端来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